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冷知识。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令人心痛却又充满启发的话题——李小龙的传奇。这一期我会把它收藏到世界名流播放列表里，方便大家回看。假如内容有说不对的地方，可以在评论留言和讨论。在影片开始之前，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了。李小龙，这位传奇的功夫巨星，他已经离开52年了。7月20日是李小龙的忌日，一代华人巨星的陨落让人痛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小龙生前是一个并不善于管理自己财富的人，一言不合就买房买车，毫无节制的生活习惯使他几度陷入经济困境中。1959年，在香港混不下去的李小龙怀揣着$100，独自来到美国西雅图，过着半工半读的清苦生活，每天要去周路比餐馆刷4个小时的盘子，还要冒着风吹雨打给各家各户送报纸，没有电动车、摩托车或自行车，全靠2条腿跑来跑去。穷困的李小龙租不起房子，只能睡在餐馆杂物室里的小破床上。作为武术家、演员和导演，李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创了武侠电影的新时代。他创立了截拳道，强调实用性与直观性的武术理念，突破了传统武术的束缚。他主演的电影如《龙争虎斗》《猛龙过江》等，令武术与动作片走向全球。他的武术哲学与表演风格，至今仍在激励着无数人追求自我超越。李小龙于1961年考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并复修了哲学、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就读的同时，他也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琳达。1962年4月，李小龙在西雅图唐人街旧楼地窖成立第1间振藩国术馆。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后，李小龙才摆脱了临时工的窘境。1963年，李小龙完成了第1部著作《中国基本拳法》，但是出版成绩一塌糊涂，李小龙还把自己的血汗钱全部搭进去了。在李小龙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节约2字，经济条件刚刚改善，他就买了一部57年款的福特房车，然后跑去和琳达约会。他们俩在新建成的西雅图城标太空针高塔塔顶旋转餐厅共进晚餐，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事后证明，这笔爱情投入还是很划算的。1964年，李小龙在加州奥克兰唐人街与黄泽民进行了一场极富争议的对决。黄泽民是形意拳、北少林拳以及太极拳的一把好手。据李小龙称，一些华人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令他停止向非华裔教授武术。李小龙不为所动，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次对决。比武前，双方约定，如果李小龙输了，他就要关闭自己的武馆；如果他胜出，他将得以继续教授白人以及其他任何人。黄泽民对此表示否定，他表示自己是接受了李小龙在一次剧院表演之后向自己提出的挑战，而他对白人以及其他的非亚裔并没有区别对待之意。李小龙就此次对决称，挑战书上有唐人街上所有师傅的名字，但我并不害怕。后来李小龙被江湖中人王俊开枪袭击，身中2弹，因为0.22口径手枪子弹杀伤力不大，李小龙当时穿皮夹克，没受伤害。但是李小龙经此事后决定离开美国，远走香港。同年8月17日，李小龙与琳达在华盛顿大学的罗尔教堂西雅图公理会举行了庄严而简朴的婚礼，只有一些朋友到场。其实，生性浪漫的李小龙何尝不想办一场宏大而热闹的婚姻，奈何囊中羞涩，没钱搞大排场。1965年2月1日是当年的农历除夕，李小龙的第1个孩子李国豪在加州奥克兰出生。李小龙第一时间发电报将喜讯传往香港，
已身患重病的李海泉则另行发电祝福孙儿问候儿媳。7天之后，李海泉就离开人世了。又要办丧事，又要养孩子，李小龙再次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70年夏，李小龙在一次举重训练中腰椎严重受伤，第4腰椎椎节错位，不得不卧床休息，治疗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基本康复。在受伤期间，他不能出去赚钱，只能靠变卖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来维持生计。他的妻子要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女，一边去外面工作养家。李小龙再次陷入了经济困境中。30而立，李小龙一跃成为电影界的神话级人物。钱就像雪花一样飘入李小龙的口袋，一有钱就嘚瑟的毛病又发作了。李小龙开始疯狂地买。李小龙把美国洛杉矶的房子卖掉了，然后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7鹤小筑。请注意，这间别墅的所有权不是李小龙，而是嘉禾老板邹文怀。邹文怀不是免费送给李小龙的，要从李小龙的片酬里扣钱，用来抵消别墅的租金。李小龙非常迷恋汽车，心高气傲的他透支了嘉禾公司的片酬来购买豪车奔驰敞篷跑车350 SL。由于李小龙是全香港的第1位车主，所以当时影迷只要看到这台车的出现，就会马上猜想李小龙是不是就在附近。也许这就是李小龙想要达到的效果。到了1973年，李小龙在装逼炫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盯上了贵族车劳斯莱斯滨海。不过劳斯莱斯供不应求订单排了4年之久，这台劳斯莱斯滨海还未交到李小龙的手中，一个坏消息就轰动了全世界。1973年，李小龙因药物过量去世，享年32岁。7月20日，他的突然离世震惊了整个娱乐圈，众多粉丝感到无比悲痛。关于他去世的原因，有人猜测是由于过度的工作压力和隐秘的健康问题，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明星背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李小龙去世以后，邹文怀收回了那套别墅，李小龙生前预定的那辆劳斯莱斯也不知去向。李小龙的母亲也只能靠领美国救济金过日子，孤苦无依的琳达带着李小龙的孩子改嫁他人。李小龙不仅是武术界的偶像，他的影响力遍及全球。他成功地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的标志性动作与台词至今仍被引用，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李小龙的成功激励了许多亚裔演员追求更广泛的职业生涯，让他们在好莱坞等国际舞台上展现自我。李小龙的去世不仅引发了对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广泛讨论，也促使社会重新审视明星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他的武术理念和精神在全球范围内传承，许多人将他视为勇气与坚持的象征。他的影响依然深远，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追求梦想。让我们回顾一下李小龙的葬礼吧。
好了，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有任何看法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讨论。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